真的是雪梨最好吃的韩式炸鸡，没有之一。大家好，欢迎回到雪莉在雪梨。这一集呢，我们即将带大家去 Strathfield。Strathfield 呢是雪梨著名的小韩国。在雪梨住有一个最棒的点，就是你不用出国到其他亚洲国家，很多区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亚洲国家。譬如说 Strathfield 就是小韩国，那 Harris Park 就是小印度，那华人区呢就是 Burwood、Chatswood、Eastwood， 还有各种数不尽的华人区。Strathfield 呢位于著名的华人区 Burwood 的隔壁。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多华人住在那边。其实以人口比例来讲，华人比例是高于韩国人的比例的。但是 Strathfield 街上的招牌大多都是韩语。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一起出发去小韩国吧。嗨，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小韩国 Strathfield。要来 Strathfield 非常的方便，你只要搭火车站到 Strathfield 这一站就可以了。那 Strathfield 呢，它其实有分2个站，一个叫 Strathfield， 另外一个叫 North Strathfield。但是 North Strathfield 是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人口比较少，虽然说韩国人还是非常的多。那我今天呢，因为 Strathfield 是小韩国，还特别穿了就是在台湾买的韩国服装。Strathfield 呢，位于著名的华人区 Burwood 的旁边，其实坐火车站1站就可以到。那 Strathfield 虽然有小韩国之称呢，但这边的韩国人口其实只占了第7名而已，甚至比尼泊尔人的人口还少。那最多的人口当然就是华人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澳洲人、尼泊尔人才是韩国人。但是这边很多街上的那个扛棒都是用韩文写的，所以还是有在韩国的感觉。我的一日在地人系列之后还会去其他雪梨的区域看看。如果喜欢这种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去看小韩国长怎么样吧。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呢，可以往 Strathfield Square 这个出口前进，就会看到很多店，到处都是韩文的店。当然，这里面还是看到很多中文，因为这边也非常多华人的人口，大概占20几%。这边有很多食物呢，也是中式跟韩式的 fusion。就像这边的很多店就是写韩文加中文，像这个样子。你看这边的竞选人士都要有英文名字、韩文名字跟中文名字。我们现在要走去一间非常有名的炸猪排店，路上随便一间食物看起来都超到地的。没想到我们要吃的这家竟然要排队，人汤都要在这边写下名字。里面位置很少，外面位置也很少，然后大排长龙。终于等到啦，虽然人很多，但其实等待时间还蛮快的。我们点了2个不是很传统韩餐，但都有点 fusion 的东西。第一个是 veggie potato gakguksu， 它里面是面跟 potato。那第2个呢是 schnitzel， 就是炸猪排。因为我老公是德国人嘛，所以就给他点一个 schnitzel 炸猪排让他吃看看。好，我的食物终于来啦。那这个呢 gakguksu 其实我刚刚查了一下，是韩文的刀削面的意思。那这个是非常传统的韩式食物，它的韩式刀削面长这个样子，跟我们印象中那种刀削面都长得比较粗，不太一样。那我第一次吃韩式的刀削面，我们来吃吃看它是什么味道。它超级有嚼劲的，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吃，比中式的刀削面更有嚼劲，就是真的很像韩式泡面，大多数也比我们中式的泡面更有嚼劲那种感觉，超级无敌赞，真的大推这道食物，相见恨晚的感觉。这间店呢，它有配这些配料，可以搭配着这个刀削面一起吃。这个10颗星的话，我给10颗星。它这个刀削面真的超级无敌好吃，超级无敌有嚼劲，汤头也非常的清甜，非常的好。这一道是它非常有名的猪排，它的猪排非常的大，搭配这个酱，不知道味道是怎么样。好吃吗？Compared to the German one, how does it taste? The patty is more fluffy. It has more. It's not so flat. It's more rough. But a bit more thick and a bit more soft. You like it? Yeah, it's very tasty. 我们现在在 Strathfield 前面的公车站牌等车，等着去看房。我朋友最近在这边看房的说 ，Strathfield 这边的房子小房子不多，都是大房子。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看的这个房呢，从 Strathfield 火车站走路过去大概20-30分钟，他坐公车的话大概只要10几分钟。那因为我们赶时间，就坐公车去喽。这里的房子都是那种大大的房子。
我们现在要坐公车回去啦，因为我们刚刚没看到房。我们刚刚去看的那间房，其实它是12点半有 open inspection， 然后1点要 auction 结价。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就只看到 agent 一个人站在那边，还有几个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傻傻的buyer。然后那个 agent 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卖出去了。那卖多少钱呢？2.300万澳币，大概就是4000多万台币，非常贵。然后他说新买的那个 owner 要把那间房子拆掉，然后重盖，因为里面非常的旧，已经好几10年没有更新了。所以你看，澳洲的房市市场还是非常热吧，或者是说 Stratfield 这一带还是非常的热，因为你看卖到4、5千万台币，然后是间非常好的房子，而且我们要坐公车来也要大概10几分钟。那如果你要走路来，从 Stratfield 市中心走来要40分钟，这种这么远的房子都可以卖到4000多万，然后这么老，所以澳洲的房市真的还是很火热。所以雪梨难怪人家说是南半球最贵的城市，最负担不起的城市。现在失败的看完房回来，我们来 Stratfield Plaza 来喝咖啡吧，放松一下。这里就是 Stratfield Plaza， 就在火车站走出来3分钟就到了。里面有什么呢？大家常常看到的 Opoto、雪蒂，然后最有名的 Hoja， 这间在超后啊，雀素什么的都有。这间是马来西亚菜，茶也是到处都有的。卖中式面包的店，真的有这间店到处都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间店，卖这些台湾常见的面包，跟德国那种硬的面包不一样的面包。当然，身为亚洲人，最重要的还是要亚超啦。所以 Strata Plaza 在我身后呢，也有这家亚超，大家就可以在里买要煮饭的菜。毕竟现在房价这么高，真的还是自己在家煮饭才能省钱。这边是卖日式寿司店，这间店呢，则是卖很多台湾5金行会出现的东西，感觉很像在台湾的感觉。这里也是有卖很多化妆品类的东西，也很像屈臣氏的感觉。如果想逛街的话呢，这里也有卖衣服的店，感觉非常的韩式，非常的美。头发的话，这边也是有非常亚洲，让我们可以用头发的地方，上面写韩文我完全看不懂。又来了一间可以逛街的地方，甚至还有这种可以用指甲的地方。以上就是 Stratfield Plaza 里面卖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走去看看外面是什么吧。有 7-Eleven， 韩国的餐厅，一条街往前通到刚刚的火车站，还有最厉害的韩式炸鸡。说到炸鸡，等去完公园后带大家去吃这里最好吃的韩式炸鸡，还有另外一间手工面，记得看到最后。又来到了历史讲解时间。Stratfield 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它到雪梨的市中心大概只要30分钟的火车。那它到雪梨的第2个市中心，也就是在雪梨西边的 Parramatta 市中心，也大概30分钟左右。所以它大概介于2个市中心中间。那它跟 Burwood 相比的话呢，是比 Burwood 还离雪梨真正的市中心远1站。那它的发展呢，也大概是比 Burwood 晚了20年，因为 Burwood 的火车站在1855年就开通了。那 Stratfield 那个时候已经有火车线会经过，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设 Stratfield 站。Stratfield 站呢，大概是在1876年的时候才开通，所以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Stratfield 那个时候火车开通，其实也只有几百个人，跟现在将近5万人的这个人口比是完全无法相比的。因为 Burwood 在 Stratfield 旁边，然后很多华人，所以常常很多人把 Stratfield 拿来跟 Burwood 相比。那 Burwood 的人口大概是4万出头 ，Stratfield 的人口呢是快5万人，但 Stratfield 的面积是比 Burwood 大了快1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 Stratfield 的发展比 Burwood 稍微晚一点，因为毕竟 Stratfield 还是比 Burwood 真正的市区的那个市中心还要远1站，所以这边的发展比 Burwood 稍微晚一点。但是这边现在也已经是非常多喝雅郎在住的地方，大家看到那些大房子都是喝雅郎 ，either 你现在买就是喝雅郎，或是你好几十年前就已经买，然后居住在这边。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 Stratfield 火车站。从 Stratfield 火车站走出来呢，对面的这一块大大的建筑就是我们刚刚逛的 Stratfield Plaza。后面一整块其实都是，只是外面分了很多小店看不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
这个 shopping center 呢，其实是有一个黑历史。Strathfield 呢，在1981年的时候，这个 shopping center 打开，然后开始大量的人口涌入。但是在1991年的时候呢，这边发生了 Strathfield 大屠杀。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呢，有人用枪就是随机扫射，大概有6个人死掉，然后最后枪手引枪自尽，是一个33岁的男生。那1991年的时候，澳洲还会发生这种枪支大屠杀，之后就很少听到了。为什么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澳洲历史，因为1996年的时候，澳洲政府颁布了枪支管制法。那个时候，澳洲政府跟人民买回很多枪支，回收了很多枪支，所以澳洲就不像美国一样，人人都有枪。现在在澳洲有枪是不合法的，所以澳洲那种gun shooting的案子非常的少。1991年的 Strathfield 大屠杀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案件了。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美国可以学习的啦，因为澳洲以前也曾经有过枪支，但是后来回收了枪支之后，就治安就变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在澳洲生活了1年多，走在路上也都觉得非常的安全，从来没有听过会有什么有人在哪里扫射之类的新闻。反而是我之前在美国当交换学生的那半年，就听过至少2次，说有人持枪出现在校园的哪里，然后请大家 be careful， 要 evacuation。所以我觉得住在澳洲真的是比美国安全非常的多，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澳洲的另外一个原因。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前进吧。这一间是我目前为止在雪梨吃到最好吃的韩式炸鸡，没有之一。这个炸鸡炸得超脆，而且它的皮外面裹了一层超好吃的酱，而且它的皮没有因为裹了酱就变软，超好吃，脆脆。然后这个面超有嚼劲。然后这个呢，刚刚我们用剪的把它剪得小小片的。这一个呢，是我觉得最还好的，太辣了。更特别是它这个韩式炒饭竟然是加炸酱耶，好酷哦。Strathfield 实在太好吃了，我们后来又回来吃朋友推荐的一家面店，叫做 Homemade Noodle。它这个是韩式手工的刀削面哦，有蛤蜊跟那个 zucchini。这里小姐超好，那个金卷吃完之后，她又帮我们加了一盘，把这个泡菜加进这个汤里面，汤头更好。它有不同种的面条，这种面条是1号，这种面疙瘩是2号。我个人是觉得面疙瘩比那个面条好吃。如果大家来 Strathfield 这一站，记得来试试看哦。吃饱后再来看另外一场房屋拍卖。人生第一次来到竞价现场，你看有多少人？雪梨的房市冷却了吗？天哪！这间房蛮大的，但没有很新。当天有2个买家厮杀了45分钟，大家猜猜卖了多少钱？最后是375万澳币，好贵啊！最后来 Lab 吃一点甜点压压惊。有很多韩国的面包，也有这些中式的面包。这也太神奇了吧 ！Eggplant toast 的 cookie， 它是 croissant 上面有 cookie， 好酷。Roti bun 似乎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咖啡面包。我们在这边坐下，然后点了 passion fruit panda 糖，大概长这样，酸酸甜甜的，非常解腻。我们也点了一杯咖啡。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对 Strathfield 的感想吧。第一个问题是这边适不适合旅游呢？我觉得如果你没去过韩国是可以来一下，因为这边就很像是一个小韩国。但如果是去过韩国的人，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只是说就是很多韩国食物，想念韩国美食可以来吃。如果你来雪梨只是短期的来玩，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来 Strathfield 旅游。那这边适不适合买房呢？我觉得超适合，因为这边离市中心30分钟的 train 就可以到。但是这边的房价太贵，所以适合买房，但是可能买不起。那以上就是今天在 Strathfield 的一日当地人系列。有没有其他区域想要我去实地走看看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有朋友想要来 Strathfield 买房或是来旅游，也欢迎把这个影片 share 给他。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也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回见啦！